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麥士音響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們要開箱一款非常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產品哦，就是在目前我手上的這個 Sony 所最新推出的頸掛式耳機 HT-ANC。好，那其實跟今年的這個 Sony 系列 Soundbar 8889一起推出的 ，Sony 有給它一個非常酷炫的專屬名稱，叫做 Theater U。好，那這款耳機的它的到底革命性的地方在哪裡？如果講到頸掛式耳機，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說，這不就是我戶外爬山啊或騎腳踏車用的嘛？因為我在騎腳踏車的時候，假如說我聽不到路邊的車子的聲音，我聽不到喇叭聲，是還蠻危險的。所以大家對於頸掛式耳機一般的想象就是它可能續航還不錯啊，然後音質很普通，那可能防潑水，那就是給戶外的運動做使用。那Sony 它到底設計這個HT-ANC 或這個 Theater U， 它的一個用意是要幹嘛呢？我相信大家都會遇到有一個狀況，就是說你可能買了很好的 Soundbar， 或者你家裡面有很好的環繞劇院，那你當然你在白天或者你在周末的下午使用都沒有問題。但假如當今天到了凌晨，你的太太休息了，你的小朋友都休息了，這時候你的一個男人的獨處的時光，你想要開 PS5 玩一下這個戰爭遊戲，你想要看一部好電影，那你大概這個音響一打開10分鐘之後，就全家都起來了，你就被罵了。所以你要在晚上去用好音響，其實坦白來說，在現代的在這種住宅的狀況，這種房子那麼小的狀況下，我覺得是很難去實現的。好，那其實我早期我會有個構想，就是說，如果我們要一個人晚上用有體驗好環繞的時候，我也許可以做一個像安全帽的產品，那裡面就放了，假如說現在音響劇院不是有 5.1.2 的配置嗎？我就按照這個配置，在裡面安全帽裡面安裝這個小喇叭，那這樣我晚上一個人用的時候，也就有這個很好的環繞的效果。這樣，甚至你現在看有的那種電競的遊戲艙，就是它把電腦跟那種賽車椅裝到一個算是個人的艙位裡面，它的那個喇叭其實也是按照這樣構想去做設計嘛。但是實際上你這樣做，第一個就是安全帽真的太重了，不可能有人這樣去弄。那你遊戲艙的話，那個成本又太高，就你一個艙買起來幾十萬，那你可能你也不想去買了這樣子。那 Sony 呢，它就是用單純的頸掛式耳機來完成我剛剛所講的一些夢想的畫面。好，那就聽起來感覺怎麼樣？我們就來聊聊吧。好，首先當然嚴格意義上來講，它是第二款支援這個杜比全景聲的一個頸掛式耳機，因為第一款呢就是 Sony 在2022年所發表的這個 NS7 的頸掛式喇叭，但是呢那一年當然我覺得這個概念是很有趣的，但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其實音質是還好，對，但今年的一個 HT-ANC 我覺得它是一個真正意義上佩戴感啊，然後音質啊環繞感受，算是一個真正成熟的產品了。所以我們先從它一個外觀開始看起。首先呢，在它的這個頸掛式耳機的兩側，就是它的一個喇叭的本體。喇叭本體的上方呢，就是採用這種織布的工藝所包裹着。那在它的喇叭的正下方呢，就是人造皮，再加上它有一點軟墊的感覺，所以整個戴上去，我覺得是還蠻舒服的。好，那接着在它的兩個本體喇叭中間連接就是它的一個矽膠條。好，然後它跟 NS7 的差異啊，重量來講，NS7 第一代是318公克，那在 ANC 上面它是268，所以重量上面來講就減輕了，所以你的佩戴感來講是更舒服的。然後價格上面來講，一樣都是8990，加量不加價。但要特別一提的就是說，它有一個附件小黑盒，這個小黑盒叫做WOA-NS7，這個在第一代的這個 NS7 喇叭裡面是有附上的，但是在 ANC 的這一代當中，它是被去掉的。但是如果你是用舊款的 Sony 電視，你就需要這個小黑盒；如果你是用新款的 Bravia 789，你或者是 AJ5L， 你是可以直接做連線使用的。好，那在外觀的部分呢，我們介紹完嘛。那我要特別講一下，就是說它這一代的 ANC 它做了哪些改進。首先，第一個就是它在這個中間的矽膠條，以前的 NS7 啊，它的這一段比較粗，所以當你晚上戴着它，可能你往前靠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當你想要放鬆往後沙發一躺的時候，那個 NS7 就會有一個明顯的異物感抵在你的脖子上面。但是這一代的這個 ANC， 我覺得它這樣戴起來就非常舒服。那不得不說的是，
我覺得 Sony 他們在這種就是貼身的這種喇叭上面，它的整個的佩戴感受是做的非常的自然。怎麼講呢？有的產品它就是這個矽膠條會做的非常的光滑，那你在戴的時候，其實你就太滑，其實你那種東西戴起來你會覺得很奇怪，那跟你的皮膚接觸會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那你做的太粗就很磨你的皮膚。那我覺得 AN7 它整個的感受是做的剛刚好的，然後再加上它的一個這一代還可以去做一個塑形，假如說它這個可以去做它整個掰彎掰寬，所以你脖子像我脖子比較粗，如果女生脖子是比較細的話，都可以針對你的脖圍去做一個剛剛好的調整哦。好，那按鈕的部分呢，它在它的左側就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大小聲跟播放還有接聽的按鈕。那在右邊的話就是一個麥克風靜音以及呢這個電源開機鍵。那我覺得基本上操作都是非常簡單的。我的話，我大部分只会用到左邊的大小聲的一個按鍵了。那在它的右側的外圍呢，打開呢就是一個Type C 的接口。那特別要提的就是說，今年的這個 AN7 它要給上2個配件，一個就是單純的 Type C 的 USB 充電線，那另外一個呢是非常特別的 Type C 轉 3.5mm 的一個轉接線哦。那這個用意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是很 care 延遲，就是電競玩家都很 care 延遲。如果你是 care 延遲的一位電競高手，你可以借由這個 USB Type C 轉 3.5接到你的電腦，會接到你的 PS5 手把上去實現一個就是零延遲的使用的感受。但是呢，我的話，其實我稍微實驗一下，就是以一般的休閒玩家來講，我會傾向於還是接無線的因為接線這個事情有時候就你用它就是想要圖個方便嘛，那你就到頭來，如果你很重視延遲，你接了一堆線，然後玩遊戲的時候覺得很卡，我覺得就是跟這個產品設計的邏輯上好像不是很合。好，那接着我們講到最重要的續航了。續航的部分的話，它跟27一樣是12個小時，然後同時還有設計一個快充，就是用充10分鐘可以用1小時。當然，實際的一個續航體驗呢，我們同事有玩了一下，還有做了一張清單，感覺起來它的實際續航啊是比這個官方列的還更長的這樣子。所以一個如果你晚上用的話，你也不會音量全開的話，我相信這12個小時續航是完全綽綽有餘的這樣。好，那我們接着講到一個單體的差異哦。前代的 NS7 其實它是一個高音单體配低音單體，左側2顆，右側2顆，總共4顆的一個配置。但在今年的話，AN7 它就改成一個全音域單體，但是這顆單體做的比較大。但我必須老實說，這顆單體的音效比起之前的 NS7 來講，感受是好太多了。不管是低音的表現，不管是環繞的定位，我覺得其實它的體驗上來講，單體減少了，但是整個音效的體驗是變得更好的。好，那實際上要怎麼配對呢？就是你進到 Sony 的電視，它會有一個配件選單。那如果你今天你是用 Bravia 7、Bravia 8、Bravia 9的觀眾朋友，你就在這配件這邊，你直接添加一個新的藍牙配件，你就可以跟這個 Theater U 做配對。那配對完之後，我強烈建議你一定要聽一下它這個環繞音效的展示片段，因為它那個展示片段做的是還蠻嚇人的，就真的會有一顆球在那邊左右跑來跑去。好，那接着你在電視裡面可以去開啟它的一個環繞效果的開啟與關。那特別要講就是說，這個環繞效果呢，我強烈建議你一定要打開，因為你打開了之後，你才可以聽到假如說天空聲道啊，然後左右環繞。如果你不開的話，其實它就感覺會像是一個立體聲喇叭在你旁邊。但如果你聽音樂的狀況下，我覺得這個環繞的效果是可以把它關掉的，因為聽音樂的時候開環繞的話，我覺得那個回音稍微有點重。好，那有哪些片段就是很好玩的是，你在接了這個 Theater U 之後，那你在看 Netflix 的時候，你會發現有一些有 Atmos 的片段，它在 Netflix 上面顯示一樣說這個設備是支援這個杜比全景聲的。像《西線無戰事》，它的開頭有一段就是一個炸彈炸下來，然後沙子會噴到天花板上面去。如果你用傳統音響聽是這樣子啊，那你在大部分 soundbar 的話，你是比較難聽到天空聲道的。但是你在用這個 AN7 的時候，它那個炸彈一炸下去，你就會很明顯感受到你的頭的也許是右上方就會有一個沙子的噴上去的感覺，這個體驗怎麼講，真的很神奇。我建議大家有機會
然後你今年是用不管是用這個新款的Bravia 789，或者是你用舊款的這個 XR 晶片的 X90L、X95L， 你都一定要找一次去這個現場實際聽聽看它的一個聲音，因為那個環繞的感受，你聽完之後你會覺得很扯。就是它可以同時表現左右的感覺，然後又可以同時表現頭上方的這種天空聲道，就是用2顆單體做出來，這個講都是覺得非常的神奇這樣子。所以呢，這麼講，這一代的一個 AM7，它的低音、它的環繞，然後它的整個的效果，我都覺得是比它的一個算是前一代的 NS7 來講是更好的。而且你在使用這款產品的時候，其實它的很多人說，它的那種隔音的效果，會不會假如說它開很大聲，鄰居啊或者什麼房間沒人聽得到？你在開這個，我自己在使用的時候 ，AM7 啊，我的感受是，它開有一定音量的時候，我會覺得那個聲音很奇妙，它是像從電視那邊傳過來的。但是你距離它2-3步以外的人，其實你聽到音量是非常小聲的。當然，你要說這個產品它能不能在圖書館裡面用，那肯定是不行的。但如果說你在晚上用的時候，你會吵到房間裡面的人或吵到鄰居，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可能。就是它的音量，因為像看喇叭貼在你旁邊，那真的音量開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其實你自己也會覺得，已經很大聲了。這樣。好，那最後就來講一下說，它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像前一代的 NS7啊，它其實只能就是跟有 XR 晶片的電視做一個1對1的配對，但在今年的話，它可以做1對2的配對。所以你看，假如說如果你是單身的人，可能就沒有差。但如果你是男女朋友，晚上大家想要一起看個電影，那這個時候小朋友睡覺了，夫妻就可以各自帶上一個這個 Theater U， 一起跟這個 Sony 電視看着 Sony 電視，然後享受一個非常美好的環繞體驗。好，那我們介紹完它的一個特色跟聽感之後啊，就要來到一個我們非常經典的一個音色參數的建議。今年的 Theater U 你一樣可以用 Sony 的這個 Headphone Connect 一個 APP， 但它現在要改名也叫 Bravia 的 Connect 嘛，就是它的名稱是不一樣的。那當然界面上是大同小異。那Theater U 其實它也沒有什麼參數好調，就是基本的一個EQ 有自定模式跟好几個模式可以做選擇啦。那這邊就自定模式而言呢，我們來給大家一個調整的建議，就是如果你開啟它這個EQ 的界面，你會看到有幾個選項。首先就是63赫茲、250赫茲到1000赫茲、4000赫茲，還有16000。那這5個 EQ 呢，它分別，如果是我的話，今年我調整的話，我會拿一個樂器的演奏。那在63赫茲，你會感覺大鼓的部分，它的這個顆粒感會變得比較明顯。那在250赫茲的話，可能就是一些比較低音的旋律，像是 bass。那接着在1K 的話，就是會影響就是伴奏的鋼琴、吉他的那種明顯的程度。那當然人聲的穿透度也會有點影響了。而且到4K 的話，就是小鼓，就是它節奏裡面打擊小鼓的那個明顯的程度。接着到16K 這個地方，如果做調整的話，有點像是你的音樂被那種喇叭或者人講話被紗布擋住，會變有點悶悶的感覺。所以這邊呢，我的建議是，首先我調整邏輯是覺得說，如果你看電影用的話，你肯定希望它的低音再強一點。所以我的話，我會把這個大鼓就是63赫茲加6、250赫茲加7。這部分就讓它低音做加強。那當然，我們想聽到明顯一點的人聲，所以在1K 的部分我是去做加5。那4K 部分就正2，就讓它整個音色更銳利。接着我在16K 部分我反而會調負2，因為我覺得今年 AM7 這個單體啊，它在16K 部分，如果你去做加強，它的音色是變得有一點沒有那麼悅耳，所以你要想想看，全音域單體啊，它其實在它比較難兼顧低音跟高音都同時兼顧嘛，所以我既然做了一個低音的調整，那高音的部分我相对來講把它減少一點，音色聽起來會沒有 echo 感，沒有那麼的強烈，但我覺得聽起來是更悅耳的這樣。好啦，那所以呢，這次呢，我對這個 Sony AM7 這個頸掛式耳機的感想就是說，它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款產品。那我使用的感受就是，我個人使用經驗就是，如果你帶着它的話，其實 3.5mm 轉那個 Type-C 的接線是比較用不太到啊。就是雖然會有一點點的延遲，但是呢，以一個下班想要放鬆的這個
男性而言呢，我覺得就是如果是我的話啦，在懶惰跟延遲中間，我選擇的這個懶惰，我選擇一個享受的一個路線。好哦，那另外提一下就是說，如果你玩遊戲或聽音樂的話，這個環繞模式就是可以是關閉的。那如果你看電影的話，這個環繞模式一定要把它開起來，這樣。然後如果你是用舊款的這個 X90L、X95L 的話，你在連接這個 AN7 的時候，你是要去加一個這個小黑盒的，這個小黑盒售價是1700塊，有點貴，但是我覺得這款產品是非常值得你去購買以及體驗的。那我覺得 Sony 其實它現在的想法也在於說，它針對如果你說現在電視要去做競爭的話，如果大家都只講畫質的話，我覺得畫質也許在未來幾年內，它會遇到一個比較大的天花板，就是它的一個整個提升已經很有限了啦。所以看得出來 ，Sony 其實想要去建構說，除了電視之外，它去加入soundbar，去加入耳機，去組建一個它整個的一個影音娛樂的生態系。所以也就是說，以後你買了 Sony 的電視，其實你白天你可以用它的 soundbar， 你可以用它的那個假如說它的環繞擴大機，你可以用它的這個無線重低音聽到非常好的音效。但是到了晚上你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它依然還有這個Theater U 的頸掛式耳機，你可以去做非常有娛樂性的使用。或者是假如說你是有的人就聽不習慣耳塞式耳機或耳罩式耳機，他覺得佩戴感是不太舒服的，那你一樣可以去購入這款 AN7 去做使用。那簡單來說，我覺得這個產品最重要就是一定要親身體驗它一次哦。好了，那這次的開箱到這邊，那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到我們麥斯音響體驗這款頸掛式的革命性的 AN7。這次影片就到這邊，有任何想要看的、想要問的，都可以在我們 YouTube 底下留言哦。我是 Alan，我們下次見嘍，拜拜。